在当代社会能够被大家认可称之为先生的女性文人，应该说是屈指可数，杨绛先生就是其中令人尊敬的一位。在杨绛先生心中，读书对于个人修养是特别重要的，这一点我觉得在如今这个时代就显得尤为珍贵了。他一直有着自己的信仰，他曾经说，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简朴的生活，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他也是一直这样身体力行着的。在他的家里面没有昂贵的摆设，只有浓浓的书卷气。他说，我家没有书房，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，也充客厅，但每间屋子里都有书柜，有书桌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。他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。杨绛先生认为，读书有苦也有乐，至于他自身，读书主要是乐在其中，因为读书可以让我们拜谒尊敬的学者前人，带我们领略另一番天地，甚至引我们穿越时空，感受别样的人事物，从中可以开拓眼界，汲取智慧，提升心智，拓展人生的境界。这是一桩何乐而不为的乐事。那下面呢，我给大家播放一下我朗读的这篇散文，从杨先生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一下他对读书是怎么样的看法和态度。那事先说明一下，因为当时我朗读的时候拿到的版本有不同，因为很多文字在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出入，所以有一个字是有区别的，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能不能够听出来啊？读书苦乐，杨绛。读书钻研学问，当然得下苦功夫。为应考试，为写论文，为求学位，大概都得苦读。陶渊明好读书，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，要去考大学，或考研究院，或考什么托福尔，难免会有些困难吧。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合格呢，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。我曾挨过几下棍子，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，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。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，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。这话可为知者言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，隐身的串门。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，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，也不怕搅扰主人。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，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，而且可以经常去，时刻去。如果不得要领，还可以不辞而别，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峙。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，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，不问他什么专业，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，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。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，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义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，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，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？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行前守在他身边，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，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庇克提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。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文轶事，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。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，不妨抽身退场，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，就是说啪的和书面，谁也不会嗔怪。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
难得的自由。湖宫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。每一本书，不论小说、戏剧、传记、游记、日记，乃至散文诗词，都别有天地，别有日月星辰，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。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，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。只要翻开一页书，走进真境，遇见真人，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。说什么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，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，而且顷刻可到。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，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。这话绝不是违心的比拟，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。佛说3000大千世界，可算大极了。书的境地呢？现在界还加上过去景，也带上未来界，实在是包罗万象，贯通3界。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，在这里随意阅历，随时拜师求教。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，不通人情，不关心世事呢？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，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。经常在书里串门，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，多长几个心眼吧。我们看到道貌岸然、满口豪言壮语的任先生，不必气馁胆怯，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，没让人闯入，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，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。一次，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，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下那群捡垃圾为生、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。不是我眼睛能拐弯，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啊。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深，毕竟只是凡胎俗骨。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，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，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。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，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，钻入书中世界，这边爬爬，那边停停。有时遇到心仪的人，听到惬意的话，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，就好比开了心窍，乐以忘言。这个乐和追求享受，该不是一回事儿吧？这篇读书苦乐呢，是一篇散文。散文是在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当中，它是和